满满一桌。干嘛？不要这个表情了。你花了多少钱买这么多零食？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你他妈拿我的卡刷的，你不重要。多少钱？差不多靠2000吧。靠2000块钱买这么多零食，你是不是太败家了啊？就买2000块钱零食来测评这个视频，你这个成本有点高啊！这么多吃的东西呢，我都是从哪里看到呢？有粉丝给我挑的，然后你们发私信。你等一会儿。你说完我已经饿了，我饿了，你让我吃吧你。你等一会儿，这个先吃的这个呢，就是它是玉米浓汤味，哇，已经有玉米浓汤味了，叫那个。是好丽友的那个啷里个啷，然后呢，它这个里面打开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之前也没吃过，他们跟我说很好吃。啊，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不喜欢薯片那种很薄的，它这个很厚，而且不大，正好一口一个。而且它这个一袋也挺大的，这蛮好的，因为我吃的任何的薯片它都是一片的，一嚼下去其实嘴里薄薄的一层化开来，嘴里就没什么了。怎么样？你觉得是烧烤好吃还是玉米浓汤好吃？半斤八两，我喜欢玉米浓汤更多一点。倒杯饮料呢？倒杯饮料。饮料，这个饮料，这瓶酒是我很推荐的。这个杯子也是花我的钱买的吗？不是，这是我自己快给我倒一杯，口渴。买的。哎呀，人家看了半天，说你们赶紧吃啊！你在那边说个死半天，赶紧吃啊！人家看的都急了。兄弟们，这上面没有一个字说这是酒，这叫白桃饮料。哦，白桃汁、白桃果汁，但是它是在一个酒店里买的，酒的店里买的。我也要喝的呀。这是我们去年喝过的，很推荐啊，味道还不错。下一个，这个鸭脖了什么东西要拿手的，要戴手套，所以我们从那边开始吧，好不好？我们来吃一下这个奶酥片。人家跟我说这个很容易碎，就是饼干。我打开来看了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一包已经碎了，单独的。一包完整。其实就是饼干。说奶味很重。我不想吃奶。我觉得还行，女生应该会比较喜欢比较醇厚的那种味道。这个大家看一下，小确幸啊！我一看这包装就是骗小女孩子的。海盐杏仁太妃糖。人家手工的店里那个就是做的。啊，你吃这个吧，我不喜欢吃太妃糖。很好吃的，你试一试嘛。怎么样？不好吃。因为我觉得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很脆、很甜、很好吃。我喜欢吃水果硬糖和水果软糖，所以不喜欢吃这个。喜欢吃太妃糖的自己，你可以问一下老母亲，老母亲觉得太妃怎么样？好吃啊。白桃口味的糯米团子。我特意给他挑的。那都花他的钱，肯定要挑一个他喜欢的。粉团哦，里面是这样的。它的包装不错，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这样的。这个就好像是超市里卖的那种小团子啊，它比你超市里小团子还要小，非常小，一口。哎，它有点像雪媚娘的那种样子。就有一股很浓重的乌龙味道。然后外面这个酿好像是白桃做的，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跟那种粉团差不多，我觉得区别不大，就是它的味道不一样，是白桃乌龙的味道。老实说，挺奇怪的，我不喜欢吃。我这么喜欢白桃的人，我都不喜欢吃这个。我也有点不喜欢。说实话，如果喜欢吃粉团的人，这个白桃的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俩感觉都不是很喜欢吃粉团，所以我们俩看来这个一般般。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包装怎么都花里胡哨的啊！曲奇，这是块曲奇。现在饼干这么大盒子，一个一个分装，肩上都是，好吃吗？很特别，里面有个什么其他的东西啊？它有杏仁片，还有坚果。第一口嚼下去，很浓的坚果的味道，说明它这个用料还是挺足的啊。所以总体来说，曲奇里面算好的，蛮不错的。OK。这个玫瑰是什么？哦，这个花，这个好像也很漂亮。你看香港的那个珍妮曲奇嘛，因为香港珍妮曲奇实在是太贵了，300-400一盒，我买不太下手。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原味的曲奇，花里胡哨的曲奇我不喜欢。
这个曲奇比刚刚的更加松软。但是曲奇吃多了很干。从它的口感上来说，这个曲奇的口感是一样的，但是它缺少香港珍妮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在嘴里的那种回味。曲奇在嘴里回味时间是挺长的。哦，你是说这个？一开始吃进去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哎，都没有一个我特别想吃的。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的这里面所有东西是什么吗？是辣条。那你吃嘛辣条？但是我知道辣条我很喜欢吃，所以我想吃一些其他的。这么多东西都不能吊打辣条对我心中那种。这个是人家跟我特别推荐的猪脆骨，然后有2个味道，然后2种，一个辣，一个特别辣，一个很辣，一个很辣，一个特别辣。小零嘴猪软骨，对，有辣的感觉，嘴里的口齿生津了啊，好油啊！这东西很油，但是味道不错。说真的，真的味道不错。而且上面都是糊了一层油。这桃子汁真的很推荐啊，应该是黄桃汁，多少钱？79、80。我选择70块钱去超市里买黄桃罐头。那人家榨成汁了嘛，对不对？买回来自己榨成汁。然后这也是粉丝推荐的那个椰香薄饼，椰香薄饼啊！我记得我上一次吃椰味的东西还是很早的时候海南带回来的，其实还不错。对。你看现在的奸商，他一共就4片，真的。奸商。小时候都要说真的不开玩笑。我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我吃过小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一般般。一般般对吧？跟我小时候吃的也一般般。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这种椰香薄饼，它的椰味和奶味这种是很好吃的，但是现在这种味道并不是很重，只是外面的酥脆很不错。我看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麻花，4种味道的麻花。推荐一下哪个比较好吃？那个，海苔芝麻椒盐。可是我想吃海苔的。哦，那你吃海苔的。单独包装。很小很可爱。是吧？不错吧？可以，好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吃麻花了，我挺喜欢吃麻花，但是我们江南这边一直买不到。就小时候吃麻花老是嚼不碎，因为太大了。那这种一口一个，推荐。我喜欢这个海苔。我喜欢红糖，它就是外面裹了一层薄薄的红糖，不是特别厚，而且呢，它跟就是我之前在北京吃的北京大麻花不一样，它很小很脆，但是呢，就是没有北京大麻花那么硬。北京大麻花又大又硬，咬不下来，但是北京大麻花很香，这个很脆。怎么吃得完？这个视频我估计要分上下集，我们现在差不多吃掉1半。这个蓝色包装的是什么？这个是奶茶，要冲泡喝的。它就是一包里面有7个口味，它里面的话呢有好几种，就是一包粉，一包奶茶粉，然后再加上一个茶包，然后还有一块黑糖。然后这个是糖包。你冲一包试试吗？看的样子好像很装逼的样子。这个东西现在东西包装的都好，但是味道好不好都不一定。大面筋。只有1层包装，但是中国国货绝对好吃，大家说对不对？现在的人为了喝奶茶，真的是想尽了一切的办法。它是一个套装，里面有八包，然后有8种不一样的口味。茶来了。这个茶奶香非常足。我刚刚冲的时候，它里面是一整包的奶粉，然后再加一个茶包。但是我觉得，因为是奶茶嘛，所以这个茶得泡一会儿啊，里面的茶味才会出来。先泡一会儿，先放一会儿，而且太烫了。来，牛肉干，美式烤牛肉，这也是粉丝给我推荐的，黑椒味。粉丝给我们挑零食吃。牛肉干最大的问题是嚼不动。干杯！啊，它里面有黑胡椒粒。好软啊！你看，没有嚼不动的烦恼吧？而且它肉汁很饱满。可以。独立包装的，很适合带到办公室里面去分给同事吃。这个味道恰到好处。我得再吃一个。来，菲律宾香蕉片。这个呢，倒不是粉丝给我推荐的，是我推荐给你们的，在我们家超市我无意间拿到的，然后拿回家之后发现超好吃，然后就是他想问我要吃一片的时候，我已经把它一整包全部都吃光了。我记起来了，我不太能吃香蕉，因为我有点腹泻，所以说我吃香蕉只会腹泻的更厉害。这个香蕉片，我们小时候经常吃香蕉片，是圆圆的那种，厚厚的。
味道很好吃，跟这个差不多，但是这个有个优点，它切得很薄，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薄，就是跟薯片一样薄了都。味道呢，香蕉片就是香蕉片的味道，但特色可能就是这个比较薄，还不错。山药片，它一共有4个味道，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蜜汁烤赤味。这个不用拆了吧？我觉得你都能背出来它的味道了。对，比起薯片，我更喜欢的是山药片，因为它比薯片更薄，而且，怎么说呢？山药感觉像是一种蔬菜，所以可能更健康一点。我就不一样，我喜欢吃厚的薯片，像玉米片那种很厚的，他是喜欢吃薄的，山药片这么薄的，所以我不太喜欢吃山药片。这个是什么？这个包装好神奇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就像我小时候吃的包装一样。然后这2个是一起的，这是土豆条，这是土豆片，我们来试一下啊，土豆条、土豆片，我们来试一下，它真的是拿土豆就光炸啊，我感觉非常原始的味道。是的，非常原始，有点像我们在小时候，小学队购买那种廉价的土豆片。好，我们那个奶茶，我觉得应该可以喝了啊。那个它不是有个糖包吗？我一点糖都没有加，因为我不喜欢喝太甜的东西。不喜欢，要不要给你加点糖？不是，太甜了。哦，是很甜，而且有奶味在里面，可能就因为它有。我感觉有点腻，因为我不怎么喝牛奶，我觉得有点腻。偶尔想换口味的人可以喝，就我加这个。好，我要吃这个了。这个是无糖果冻，无糖果冻。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果冻，果汁味很浓可以。而且他跟我说，这个是0卡路里的，然后它还有很多的味道，我买的是双拼的，你们可以去自己网上搜一搜。我们来吃这个半熟芝士这个应该很有名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吃过半熟芝士。对，就是我买的话是那个，我们之前视频里面还吃过，就是那个跟多肉葡萄合作的那个小蛋糕，也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小蛋糕你不要看这只是一个小蛋糕，感觉跟那种超市里卖的那种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特别好吃。这个蛋糕特别的松软，我不知道它的制作是怎么制作的，但是真的是，它就跟慕斯一样吃下去。很上。它这里面还有个夹心，下面呢是蛋糕组成的，上面呢应该是跟慕斯蛋糕一样那种成分，然后中间有个夹心，超好吃。香蕉味 banana 非常建议购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泰国的那个奶片。我去泰国玩的时候，我吃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忘记过，然后就一直买。奶味很重，你不喜欢奶味？你吃吧，我不喜欢奶味。它就是这种很薄的，像个小药片一样。我买了10包很神奇。我们买到现在唯一一个罐装的零食，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罐装的零食，上面写的什么呢？松茸虾米牛肉酱，它是拌饭用的。松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非常的鲜然后这个虾米再加牛肉酱，我就很好奇它的味道了赶紧盛饭我闻到了海底捞的味道。这个料还是很足的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牛肉粒，刚刚盛的那一勺里面就有4、5粒牛肉粒。好下饭那个牛肉粒很扎实，它不是跟那种酱混的，它就是一整块牛肉，然后有一点点小咸，我觉得，所以说肯定要配饭一起吃，干口吃可是肯定不可以的。这一碗饭都要吃掉了，真的可以，好开胃就这样超级开胃这个我们往中间移还有这么多我已经有点饱了开个大的。这个天香菇，这个是什么？蔬菜干，我吃的很多是粉丝给我推荐的哟。香菇干，它里面的话是这种一小小的像个缩水的这种小香菇，真的是香菇。怎么样？好脆有点咸。总体来说还行，因为第一次吃香菇干，很可爱。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个非常复古的东西，看这个包装就知道了。它倒是真的挺让我想起小时候吃的一些东西。
它是这样的，就像外面裹了一层粉霜，然后里面的两心夹心好像是硬硬的那种，然后外面有点像糯米糍的那种感觉。哎，有没有发现南方的饼跟北方的饼差距很大？这玩意也叫饼。它里面这个硬硬的是花生酥，还不错。的确是小时候的味道。嗯，我小时候吃过类似的东西，但里面不是花生酥。这是一个让我很惊讶的小零食，但是我不确定所有人都喜欢它，而且因为里面有花生，所以有一些过敏不能吃，好不好？然后来，这个是什么？枣花酥。这家店是稻花村的。稻香村的，然后人家推荐我说，但是我们之前去北京吃饭的时候，的确他们一大桌的话，北京那种特色的糕点里面的确是有这种，它做的很好看，就像一朵花一样，里面都是豆沙的，然后中间这个红红的，怎么样？它枣泥味挺重的，不是豆沙是枣泥啊，对，它也叫枣泥素，但容易干，我现在吃了2口下去，我就觉得有点干了。好了啊，我们接下来吃，哎，这个一袋是什么东西啊？这雪花酥。你吃不难吃的，不是我吃不下这种饼类的东西了。它不是饼类的，它是像牛轧糖那种的。那我更不喜欢吃牛轧糖了。我来拆拆。很韧，感觉到了。幸好我戴牙套，我幸好没吃这东西。我是很喜欢吃的。哎呀，还有最后几样我留了很久啊，我很喜欢吃的最后几样东西都留着。这个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样子长得有点像火鸡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长得有点像火鸡面，然后上面还写着韩文。韩国的甜品真的是做的不错，又大份又好吃啊！但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吃芝士和泡菜，所以韩国的其他的零食对我来说都不是很特别喜欢。这跟干脆面有什么区别吗？没有，这好像就是干脆面。接下来这个我们吃过很多次了，好不好？这种叫咸蛋黄麦芽饼干。别看它其貌不扬的样子，买回去之后，这已经是我买第3还第4包了。第4包。而且你看到这是小包，我买的都是大包，全部吃完了，很好吃。最后上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全部都是他最喜欢的了。来，戴好一次性手套，这是鸭脖。啊，我好像从反面看，大家看得更清晰一点啊。这个是什么？这应该是鸭锁骨吧？我最喜欢吃锁骨了，锁骨的肉最多。然后这个是魔芋爽，魔芋爽，哎，这个我不用给你们看了，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吃多少遍了。卫龙的东西不用我介绍，对不对？不用我介绍了吧？好吃好吃，辣条也不用尝了，绝对没问题了。我在我们的箱子里，放零食箱子里看到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鸡蛋干。啊，一定要买沈师傅鸡蛋干。对，其他都不好吃。这个翅膀好大呀，这是鸡翅膀，这是鸭翅膀吗？对，鸭翅膀。鸭翅膀好大呀。我最爱锁骨了。像这个锁骨的话，肉也很多，味道中规中矩吧，还行。我觉得我这个鸭锁骨有点太干了。你这个都什么地方送过来的，对吧？放了都几天了。对，所以这种熟食还的确不能网上买。只能说他做到了他应该有的水准。好啦，我们全部都吃完了。那么我们这一期的2000块钱的零食全部吃完了啊！我现在嘴里还是麻的，因为我们江南人不太能吃辣。如果你喜欢我们家4个小可爱的话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大号饭团小夫妻。如果你喜欢我们家2个老可爱的话，那就关注我们的音乐与英文。对，我们会继续努力给你们出更好看好玩的视频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